曾经有跟大家分享过我的人生3大动漫，关于家庭，关于成长。当然，如果我迷茫、彷徨、失落的时候，现在我会看看这个。但在那个心灰意冷、中考前的夏夜，我选择看这部让我至今热血未凉的动漫，却迟迟等不来那个象征螺旋意志的顶点——天元突破红莲罗焰的商品化。而今天，10多年后的今天，我终于是圆梦了。那盒子依旧是铁骑小经典的磁吸开合页，扉页还是最后一话的标题，天上的星星全部都是敌人。我反正是已经超级迫不及待了。那么兄弟们，快点来开箱一起看看吧。那么话不多说啊，咱们还是先把主体端出来看一看。那这个主体的第一印象就是很大，这个尺寸可能也就比 PG 的高达小一点，但也差不多了。还有个感觉就是比我想象中要轻啊，而且这个东西摸起来一身的尖刺不好拿啊，没办法，机设就是这样嘛。如果真按设定图来的话，这些尖刺的比例会更夸张，尤其是腰部和肩部这里，设定中纯粹就是镂空的超级倒三角结构，但玩具上是很难做到这样的，所以上半身也就显得很粗壮了。不过跟模型的原设计图相比，还是有一点不同的。真按这个左边的图来搞的话，反而太壮了，不好看。现在这个样子吧，你要说还原，只能给7分，但做的并不差啊，还有点帅。外观方面我还是认可的。虽然我没怎么捋清千纸链和铁机巧的关系，但用的工艺都是一脉相承的。深浅刺杀分色加高亮面类烤漆红色外甲，以及做了银灰色伪电镀的骨架涂装，全身都是非常优秀的漆面覆盖。这个漆面很明显的千大爷风格，他们家的东西一般也不用担心涂装的工艺。不过绿色火焰的部分用的则是电镀的金属绿，这个让我比较意外，效果看起来的话确实比单纯的透明件好一些。这么摆着看的话还是非常帅的。不过大家是不是觉得还少了一点什么呢？没错，背后还有一团火焰呢。不过这里需要先弯个腰啊，露出连接的位点，就是这个背后的地方，按下去给它翻个面，就可以看到里面的灰色插装了，还挺巧妙的。然后再把这团绿色的火焰通过连接装插到背后，这里没有锁扣也没有限位，就是直装连接，插到底就行。当然这团火焰也有可动，两侧的2个边是一段球关连接，可以这样向下展开。同时这个火焰的连接装因为是翻出来的，也能前后轻微的摆动。话说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啊，这个火焰其实是按照大红莲团的标志来设计的。因为我也是大红莲团的一员，这个团徽的造型已经深入我骨髓了。另外这个绿焰特效从正面看过去，还会和腰部的火焰合在一起，有一种像动画中一样，火焰从腰部开始燃烧，然后扩散到整个背后升腾起来的感觉，整体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的帅。当然看过原作的兄弟都知道啊，这个腰部的颜面还有2年 Overload 的颜面，这次也是精准还原了的。我史上最强岳父的牌面必须得拉满，不只是岳父的颜面，开头的小动画也能看到啊。这个最终形态的全身各个部位都是脸，这代表的是来到最后的每一个人，不只是红莲罗焰和西蒙。只不过谁能想到我老岳父一个人能出这么大的风头？那不仅是颜面啊，变成火焰的替换键也得安排上，从下巴的位置抠一下就会掉下来了，然后替换上这个火焰的特效键。看老岳父燃烧螺旋力的状态，虽然造型上没有太大的变化，但这个时候的红莲罗焰已经是超级强化了。好的，那么到这里呢，这款天元突破红莲罗焰做的优秀的部分就全部讲完了。不好意思啊，接下来就是开喷了。这款让我凝聚了无数的期待，刚开定就毫不犹豫预定的机体，天元突破粉丝的纠集会议，你们怎么能做成这样啊？不说了，先从最无语的可动开始看起吧。首先来看到头部啊，抬头的幅度不大，而且超过极限，这个天灵盖就会很轻松的被抠掉。这个抬头的幅度最多也就20度，低头的幅度也是完全是靠脖子上段的球关，大概也就是30度不到的样子，极限了。反而是这个左右的头部侧摆啊，竟然是有脖子跟着摆动的，能到大概30度，很疑惑为啥抬头低头不给。最后左右的转头也是干涉很大，向左向右最多就是70度的转动范围。肩部这里确确实实做了蝴蝶肩拉伸关节，从后面看还有拉出的一点点遮盖，但转到正面看的话，这个拉出的幅度好像就是15度左右，实在是有点不够看啊。而且红莲的大墨镜遮挡也很严重，实际效果大打折扣。最难受的是什么？干涉如此严重的墨镜竟然是完全没有可动的，一个完全做死掉的造型键。要知道千大爷的红莲罗焰曾经做出了眉骨的可动，眼睛的联动，如今换了铁技巧啊，干涉避让都不做了，反倒是胸甲侧面的这2排牙做了一个根部球关的可动来避让，主要还是肩膀前伸时会和牙的部分干涉，这样做的话就干涉不到了。接着来看到这个大肩甲，根部给了一段上抬的关节，这倒也算是常规的操作。外侧的这个肩盾也给了一段这样的翻起空间，但也就是这样了，没有前后摆的关节，也不能旋转，跟墨镜和小臂甲尖刺之间会有严重干涉。大臂360度垂直旋转没有问题，但是可以看到干涉是非常严重的，所以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要做侧平台的话，需要把肩甲先完全翻上去，然后再把肩盾打直翻上去卡到墨镜的位置，这个时候才能尽量没有干涉的做到正常90度平台。接着肱二头肌上方也给了正常的平转关节，虽然可以360度平转，但是小臂甲会干涉。
接着这个小臂甲做了一小段张嘴的可动，勉强算是一个可玩细节点吧，但幅度给的也太小了。同样可以动的还有外面的这根尖刺，可以向下翻来避让尖盾的干涉和小臂联动。来到曲肘，由于是全新的，所以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的紧。当然了，因为干涉的原因啊，极限曲肘幅度只有120度多一点，并且也没有各位不对，应该是我期待中的精巧的联动细节，就是一个裸露的双段关节而已。小臂这里还有一段平转关节，如果没有这段关节的话，手的 pose 就很难掰了。增加了这一段关节才能正常做手腕向内的曲肘，只不过这里的隐藏有点好啊，还很紧，差点没有发现还有可动。手腕这里是直装替换倒是好评，但这个手腕的摆动也太紧了吧，太离谱了！一开始紧到掰不动，我以为是固定造型的，不过实际的幅度也不大，加上手型以后，向外也就是20度多一点，向内的话也是差不多的幅度。做的还不错的也就是这个腰部了，弯腰的时候可以看到上半部分脸向下压，同时腰胯的连接处也能前倾一段，整体弯腰能轻微超过30度，后仰的关节可动也是差不多的，上下两段都能活动，整体能达到略微超过30度的幅度。不过翻到背面看的话就会很失望了，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龙虾背和联动细节，甚至层与层的嵌套之间缝隙也没有做好遮盖和隐藏，整个效果比较的一般。整个左右的侧摆则是仅仅依靠胸部的左右转动，只不过这个活动的幅度就比较局限了，极限差不多就是20度左右，只能说勉强够用吧。腰部的平转就让人眼前一黑了，既然左右45度就是极限了，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这里下压对老岳父颜面的干涉真的就是完全转不动。这个裙甲也是非常之神奇啊，前裙甲是完全做死的，一点可动没有，反倒是后裙甲可以像这样做90度翻起，这就导致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啊，大腿前踢的时候会和前裙甲干涉。尤其是前踢的时候能看到大腿根部还做了一段前伸关节，不知道各位能不能看到啊？不仅没有避让，反而加剧了干涉。所以前踢的时候呢，一定要非常小心这个裤衩边边的漆面。当然，如果你完全不在乎干涉的话，那前踢是可以踢很高的，几乎可以是完全踢到胸口的位置的。反而是后踢啊，虽然裙甲可以避让，但实际也就是45度就显微了。侧踢继续迷惑操作，侧边的装甲会卡住裙甲，但是没有避让，然后你就会看到只有不到60度的侧踢幅度。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真的有点没有绷住。大腿根部的平转关节也是有的，但也是因为侧边装甲的关系啊，向内40度多一点，向外不到60度，只算勉强够用。只有屈膝这里在说明书上是单独给展示了可动的，可以看到大腿装甲的移动、内部机构的拉伸以及整个膝盖甲的联动效果，能大概做到150度的屈膝，造型也算是饱满。我个人认为做的还是很不错的。可以再来看一下缩回去的联动效果。最后再来看到脚掌，整个脚掌的前后活动幅度都不大，向前上抬大概能到45度左右，但是向后的话绷直脚背那是几乎没有的。脚踝上的这些小零件装甲有非常轻微的可动，但没有意义。前脚掌也是能独立抬起一段的，能到45度以上，还不错。脚踝根部应该是个球关，可以像这样左右旋转一段。接地方面采用的就是传统的脚踝处左右弯折关节，向内的极限可动大概也有45度以上。考虑到侧踢的幽默幅度，这个接地倒是够用了，反而向外的话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只有15度不到，可能关节是靠外装的吧。OK， 那么可动看完一圈啊，不知道大伙是什么感觉？反正曾经那个靠精巧的联动、不牺牲造型的超级可动，优秀的把玩手感和无可挑剔的关节阻尼，超帅的魔改造型，以及优秀的漆面素质而闻名的千大爷，在我看来，如今只剩下漆面还不错了。而且啊，这还是人家代工厂的功劳。这么一想的话，你对得起接近2500的定价吗？我真的是感觉啊，我的钢之魂在逐渐消散。不过有些兄弟会说啊，头胸可动不好，可能是因为灯光的走线。那这东西我就更想吐槽了。开关和电池都在背上，要打开这个盖板，唯一好评的是自带了电池，拔了绝缘片就能用。但这个年代还依然用螺丝电池舱盖，就让人难受。顺便一提啊，这次用的是 AG3，想替换的可以照着我这个型号买，但是换不换的意义真不大。来开灯展示，想法是很好，胸口和头的眼睛都点亮了，但是这个亮度你是在逗我玩吗？要不是我 ISO 开到6400，我都看不到你在发光，而且这个光还是点光源，看着特别突兀。本来眼睛这里已经有金色的金属漆了，这样一搞显得特别的 low 啊。另外这次还玩起了替换面雕的玩法，不过这毕竟是红莲裸眼啊，替换脸还是很有必要的。默认的脸是一个平镜脸，一个呲牙脸，虽然呲牙脸的这个嘴做的很一般，不过整体还原度尚可。但遗憾的是，如果你真想要一张掰 pose 用的愤怒脸，那这张怒吼脸比呲牙脸好用也好看不少的面雕是官网特点专属，没有特点的话就没有这张脸了。这个面雕的替换体验也很差，这个面雕的连接桩不在脸上，而是在这个头盖骨，替换时一定要拔掉头盖骨，然后面雕就会被崩飞。面雕和头盖骨是十字桩连接，但和头也有挂扣线位，所以装回去扣到头上就得调整，体验感非常的差。这次也没有给之前红莲裸眼引以为傲的全可动手，就是普通的替换手型，而且就给了3个，一个开掌手，一个空心握持手，一个握拳手，这未免有点太抠门了。
而且除了默认的握拳手，其他几个手型的接口阻尼都很烂，尤其是空心握持手啊。如果你买的是普通版，比拉鲁的双太刀没给特效键，那握持倒是没有什么压力。但如果你买了带特效的特点版，这个手反正是撑不太住的。而且因为可动太烂啊，掰了半天也没看到能看的动态 pose， 而且非常难掰。最后也就是这个官网推荐站姿值得一看，其他 pose 恕我没能力，实在是摆不出来啊。当然话又说回来了，配件本身是没有问题的，这次的特点比较良心，是给了灵魂面雕，加这2个缠绕刀身的绿焰特效的，也因此特点版比普通版贵了400多。当然如果纯粹是为了这2个特效的话，那我觉得没有必要了。刚刚也说了，一方面是会布局，不过这把刀本身是绿色透明剑加枪铁色涂装的，细节方面可以说几乎没什么细节啊。握把的部位是有磁铁，主要靠磁铁来扣住透明剑，而不是套进去的。而为了这2把刀，这次还专门做了一个收纳的机构，而且还是联动展开，像玩一台群甲就会把隐藏的接口给翻出来，就是这台玩具上唯一一个让我眼前一亮的地方。那刀的收纳就不说了，就是普通的插进去，只不过这样弄一下的话，感觉很容易掉漆啊。除了刀，武器里怎么能少得了最灵魂的钻头呢？由于剧中使用的都是这个 size 的钻头，所以也就只给了2个这种型号的。安装也很简单，手型拔下来换了插上去就 OK。钻头的涂装也是非常不错的，而且还是双层的结构，可以看到能像这样转动外层。可惜就是只给了这么个长钻头啊，其他样子的都没有，像剧中为数不多的能正常摆出来的好看的姿势了。唉。最后总结一下吧，反正我是觉得花2500买这个真的多少是有点大冤种了，真的除了造型和涂装以外，我不知道哪里是值的。哦对，题材没办法，它毕竟是天元突破啊，天元突破的最终形态啊，我能不买吗兄弟们？我不知道后面 CCS 会不会跟进，感觉要洗刷钢之魂的话，铁技巧啥的根本就指望不上了，这真的是越想越生气啊。好了，多的咱也不说了，这款产品所有能展示的东西都给大家展示了，具体如何大家自己心里都有自己的评价，这里就不过多吐槽了。那么以上也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兄弟们多多点赞，给凯子 UP 主回血。那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